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第一次带女友回家，大伯偷偷把我拉到一边，塞给我500块。叶舟，你堂哥年纪大了，还没女朋友，要不把这个让给他吧？我笑了，然后去厕所尿了一桶，直接对准我大伯泼了过去。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和女友谈了3年，端午节带女友回家见父母，一进门就看见大伯坐在我家的沙发上。我愣了一下，下意识看了眼我妈，我妈摇摇头，偷偷跟我讲，我也不知道他咋来了，但人家来都来了，总不能往外赶吧。要说我对我这大伯真是没有一点好感，每次来我们家，他都是连吃带拿的。上次还把我带回家的笔记本电脑给拿走了，那可是我拿回家办公用的，电脑里还有不少公司的机密，我连忙跑去要了回来。大伯当时还死拽着电脑不肯放手，说不就一个破电脑吗？你就送给你堂哥玩玩游戏怎么了？一个旧电脑还要拿回去，真是小心眼。当时把我气得半死，直接上手把电脑抢了回来。因为这个，大伯还在亲戚群里大骂我没良心，说我不尊敬长辈。林叶舟，你良心被狗吃了，一个破电脑也要抢回去，还什么大学生呢？连尊老都不会。我呸！接着好长一段时间没来我家，我家都清静不少。这次大伯不知道抽什么风，居然又跑到我家了。我只能祈祷大伯别在我女友面前整出什么幺蛾子。女友把准备好的燕窝和烟酒送给我爸妈，我爸妈笑得褶子都出来了，连忙招呼女友坐下。女友看见大伯也在，客气地说了句，大伯，不好意思，不知道你在，我这也没准备什么礼物。大伯咂巴着嘴，端起长辈的架子，第一次见面怎么能没有见面礼呢？要不你和叶舟出去逛一圈，给我买点见面礼。女友愣了一下，显然是没想到大伯会这么不客气。我妈连忙打圆场，要什么见面礼？梦婷不是已经带了那么多礼物吗？你喜欢什么直接挑。大伯眼睛一亮，这可是你说的啊，别到时候我拿了又找我退回来。哟，这明显是点我呢。我想对回去，但被我妈拉住。我妈朝我摇了摇头，明显是不想让我和大伯吵。我明白我妈是不想女友第一次来就看见我和大伯吵架，怕影响女友的心情。看在女友的面子上，我也只好忍了下来。吃饭的时候，大伯有一句没一句地问着女友的情况，女友都礼貌回答。知道女友父母都是体制内退休后，大伯满意的点点头，不错啊。我和我爸妈对视了一眼，看来大伯这次吃对药了，居然会好好说话了。可我和我爸妈还没来得及开心多久，下一秒，在知道女友已经30岁后，大伯眉头皱紧，年纪这么大了，还生得出小孩吗？大伯这句话一出，所有人都变了脸色。女友赵梦婷本来就挺在意他比我大这件事，现在被大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点出来，她的眼睛立马红了。饶是我爸妈一向好脾气的人也挂了脸。我妈把筷子狠狠一放，对大伯说，不会说话就闭嘴。女大三抱金砖听过没？我家叶舟今年27，梦婷30，不是正好。我爸也附和，对啊，梦婷年纪还小呢，现在年轻人都想得开，结婚晚，生孩子也晚，像叶舟和梦婷这年纪已经算小的了。大伯尴尬地笑了下，打着哈哈，是我多嘴了，我自罚3杯哈。说着，大伯自顾自倒了3杯酒喝了。
女友也勉强地笑了笑，这件事就这么先过去了。我以为大伯应该做不出比刚才更离谱的事了，没想到饭刚吃完，门铃就响了，居然是大伯家的堂哥来了。要说我这堂哥也是继承了我大伯的优良传统，也是个奇葩。他今年38岁，不但没工作，还整天待在他自己的房间里打游戏。上一次见他出门还是半年前，他的手机坏了，要拿去修。我真怀疑，要不是他手机坏了，他都能在他那个房间里待一整年不出来。由于长时间不晒太阳，堂哥的皮肤已经呈现出不正常的白，头发几年没剪，已经快到腰了，一双眼睛凹陷的厉害，眼底一片青紫，看上去怪瘆人的。我一开门就被吓了一大跳，我心里纳闷，堂哥怎么会来？难道是他的手机又坏了？大伯一把拉住堂哥，把堂哥往我女友身边一推，哎，你们不是说要去看电影吗？让叶天也跟着去。你们年轻人有那个什么共同话题，一起去玩玩。我以为堂哥会拒绝，毕竟他可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打他的游戏。以前大伯让堂哥多和我们出去玩玩，堂哥都会翻个白眼，直接说不去。可这次堂哥居然一句话也没说，就点点头同意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可是我和女友的2人约会，不会掺和进来。堂哥这次怎么这么反常？女友和我对视了一眼，脸上也挂着无语。我正要找借口拒绝，我爸先开口了：对，你们年轻人是要一起多玩玩。我爸给我使了个眼色，我明白他的意思。堂哥好不容易愿意不打游戏，出去逛逛，我爸让我别扫兴。我叹了口气，行吧，毕竟是我堂哥。就这样，我、女友还有堂哥一起出发了。我们3个人一起看了电影，喝了奶茶。趁堂哥去上厕所，女友把我拉到一边，小声说：叶舟，我感觉你堂哥不太正常。怎么不正常？女友犹豫了下，还是说刚刚电影院里我感觉他摸我的手。女友怕我误会，赶紧补充，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当时爆米花放在我左手边的位置上，也有可能他想拿爆米花，不小心碰到我的手。我点点头，安慰女友，应该是不小心，你是我女朋友，堂哥不至于故意来摸你的手，要不咱们别逛了，我送你去酒店休息。女友点点头。送完女友回酒店后，堂哥偷偷摸摸问我：哎，叶舟，你那个女朋友看着不错啊，你们进展到哪一步了？我一愣，没反应过来。堂哥看我不说话，继续问：她都30了，你应该上过了吧？我这才反应过来，直接一把把堂哥推开。堂哥，这是我和梦婷的隐私，你不该问。堂哥哼了一声，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大家都是成年人，我和你都是男人，有什么不好谈的？我摇摇头，没理堂哥。堂哥继续说：看来我猜对了，你们肯定该干的都干了，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我总觉得堂哥似乎很遗憾。回到家里，大伯居然还在，他看只有我和堂哥回来，问我们：咦，那个女娃子呢？去哪了？在知道女友先去酒店休息后，大伯摇了摇头，城里的女娃子就是娇贵。哎，大伯朝堂哥比了个手势，2个人去楼道里不知道说了些什么。进来后，大伯偷偷把我拉到一边，还往我口袋里塞了500块钱。叶舟，大伯和你商量个事，那个你堂哥今年38了，还没对象，要不把你这个让给你堂哥怎么样？大伯说的每个字我都认识，怎么连在一起我就听不懂了呢？大伯，
你说要我把梦婷让给堂哥？大伯连连点头。对啊，就是这个意思。你也不亏的。你看啊，那个女娃子已经30岁了，算是老女人了，生不生得出娃还不一定呢。再说了，我听叶天说，你和那个女娃子已经做过了。哎，你也尝到鲜了，现在吗？应该也腻了，还不如把那个女娃子让给你堂哥，你再去找个年轻漂亮的呢。你说怎么样？我说怎么样？我说不怎么样。要我把女朋友让给别人，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畜生的说法。我板下脸，把500块塞回大伯的口袋。大伯，你把钱收回去，今天我就当你没说过这些话。大伯啧啧，林叶舟，你个瓜娃子怎么就说不通呢？就那么一个二手货，你都不肯让给你堂哥。说实话，我已经努力压住自己的火气了。大伯，看在你是长辈的份上，我再跟你说一次，梦婷是我女朋友，她是个人，不是什么二手货，她是我要相处一辈子的伴侣。你要是嘴巴再这么不干不净，就别怪我不客气。大伯用手指点点我的头，你个小子读书都把脑子读坏掉了，女人是他妈的破衣服，兄弟才是手足，你懂不懂？你也不想想你堂哥多大了，都38了，你要是有点良心，就该把你女朋友主动让给你堂哥。要不是叶天年纪大了，我还看不上你女友那种二手货呢，一件烂货。大伯讲得越来越激动，声音也越来越大。我爸妈和堂哥都围过来了。怎么了这是？叶舟，你又惹你大伯生气了。我爸一向好脾气，不管大伯再怎么过分，他也喜欢和稀泥，让我忍着点。他总说，毕竟是一家人，能让着点就让着点。以前我也听我爸的话，最多就是当大伯在放屁，放完就算了。可这次不一样，他骂的是我女友，骂我可以忍，骂我女友忍不了。我无视我爸，直接看向堂哥。堂哥，大伯让我把女朋友让给你，你也是这个意思？堂哥被我这么直接的问出来，有点不好意思。我是想着那个赵梦婷年纪太大了，配不上你，还不如给我，你再去找个年轻漂亮的。我妈惊讶，什么？你们要叶舟把女朋友让出来？你们脑子坏了？说得出这种话。我爸也反应过来，哥，你这都干的什么事啊？女朋友是能让的吗？你怎么这么糊涂？大伯被这么多人指责，拍着桌子，你们一个个的脑子进水了吧？实话跟你们说，要不是叶天年纪大了，我还看不上那个女娃子呢。身高看上去就1.6米，还瘦得竹竿一样。我儿子1.67米，肚子上都是肉，比他高，还比他壮。我儿子看上他是他的福气，一个破烂货都不肯让。你们眼里有没有亲情？你们把我放在眼里了没？我就把话放在这里了，你们要是不肯把那个二手货让出来，咱们以后就别来往了。我爸还在劝着大伯，我冷笑了一声，直接走进了厕所，拿起一个桶尿了一大泡，然后开门，对准大伯和堂哥的脸浇了下去。不是不想当亲戚了吗？正好，我也不想要这种脑残亲戚了啊！林叶舟，你干嘛？噗！这水怎么是臭的？林叶舟，你发什么疯？我拍了拍手，可惜这桶尿还是少了点，影响发挥了。好臭啊，好像是尿啊。堂哥鼻子不错，没几秒就闻出来了。啊，真的是尿。林叶舟，你个臭小子，居然拿尿泼我，看我不打死你！大伯气得两眼通红，抬起手就想来抽我，可惜啊，他脚边全是尿，脚一滑，他就摔了个狗吃屎，还磕掉了2颗门牙。血，我的牙，好疼！大伯捂着嘴巴，一脸的血，连我的衣角都没碰到。
我爸想要去扶我大伯，被我妈一记眼刀瞪了回去，愣是一动都不敢动。虽然我爸喜欢和稀泥，但今天大伯欺人太甚了，我爸也气得不行。大伯看没人帮他，连忙对着堂哥喊：“林叶天，快扶我起来！”可堂哥早就在闻出身上的是尿时，就冲进卫生间，拿起花洒狂冲。大伯的喊声，他是一点也没听见。最后还是我妈看我大伯一脸血，打了120，把他送去了医院。被护士抬走前，大伯还对着我们一家人放狠话：“林叶舟，你个小兔崽子，你等着，我要你好看！还有林亮，你这个龟孙子，你哥我都被你儿子欺负成这样了，你居然还不帮我，我就当没你这个弟弟，你就是个白眼狼！我呸啊！我呸！”当天晚上，大伯就在亲戚群里骂我：“全体成员，大家快来看看，无法无天了啊！你们看看，林叶舟这个臭小子把我打成什么样了？”大伯还附上了他满脸血的照片。亲戚们都问：“这是怎么回事？林叶舟，你打人了？为啥啊？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非得动手打长辈？”大伯见有人帮他，更起劲了。林叶舟这个小兔崽子不仅打我，还拿尿泼我。我和叶天被泼得满身都是尿啊！造孽啊！我一大把年纪，又是被打又是被泼尿，亲戚们又是啊我，又是啊我爸妈，都在问怎么回事。再怎么样也不能动手啊！对啊，怎么还泼上尿了呢？大伯不是喜欢在亲戚群里找存在感吗？那我就来和他好好聊聊。我把事情15110全发在亲戚群里了，并且全体成员，要是你们的女朋友被别人说成烂货，你们能忍吗？还是说你们能把自己老婆或者女朋友让给别人？群里安静了好几分钟，终于有亲戚忍不住对大伯了：“这也太过分了，哪有让人把女朋友让出来的？林叶天，你也不劝劝你爸，怎么能抢叶舟的女朋友呢？”我还在想出了什么事，居然能泼尿，呵呵。现在我理解了，要是换成我也得泼，这事做的也太不地道了。大伯看没人帮他，马上又在群里发：“让个女朋友怎么了？都给他睡过了，就不能让给我们？我还不是为他好，让他可以找个新的。你们看看，林叶舟他就算不肯，也不能把我打成这样吧？我2个门牙都没了。”说着，还把他的自拍照发在了群里。照片里，大伯的嘴巴肿得老大，2个门牙空在那里，要多滑稽就有多滑稽。有年纪大点的亲戚看不下去：“叶舟，你大伯在不对，你也不能打人啊！你看看这都成什么样了！”我直接把家里的监控视频调出来，发在了群里。大伯，别想讹我，明明是你自己摔的，我可连碰都没碰你一下。大伯破防了，他本来是打算讹我一大笔医药费的。林叶舟，你个乌龟王八羔子，要不是你泼我尿，我会摔跤吗？我不管，你今天不把那个二手货让给叶天，我就没完。全体成员，大家帮我评评理，是不是该尊老？他堂哥都38了，再不找女朋友就要打光棍了。大伯以为大家会帮他，毕竟他是长辈，以往只要他发话，都有不少人劝我忍忍。但这次大伯失策了，谁家没有老婆，谁家没有女朋友？要是真有人跳出来帮他说话，那万一大伯把主意打到他们身上怎么办？大伯看没人帮他，气得直接在群里发疯，发了好几段60秒的语音，我连打都没打开，最后还是没人理他。大伯一气之下就退出了亲戚群。我以为这次大伯该消停了，但我还是低估了大伯和堂哥的厚脸皮。没过几天，
大伯居然带着堂哥又敲响了我家的门。一看见大伯和堂哥，我下意识就想关门，谁知大伯眼疾手快，马上把手伸了进来。叶舟，你先让我们进去。我还想关门，但大伯开始哎呦的叫，我的手要骨折了，别关门。哎呦，我看大伯铁了心不肯放手，总不能真把他手弄骨折了，只能把门打开。我爸妈也早就听到动静了，大伯和堂哥一进门，我爸妈就出来了。我以为大伯又是来闹事的，没想到大伯脸上堆着笑。那个叶舟，这几天大伯我也想清楚了，上次是大伯不对，那个我不该让你把女朋友让给你堂哥。我想明白了，你堂哥找不到女朋友是他不行，不关你的事，都怪我家不行，我家没钱，害得你堂哥找不到女朋友啊，都怪我这个当爹的没用啊。大伯一边道歉，一边抹着并不存在的眼泪干嚎。大伯看我们都没反应，继续对着我爸抹着眼泪。弟弟，当年我们家穷，只能有一个人去上大学，我当时成绩没你好，就让你去上大学了。说实话，我当时也想去上啊，要不是为了你的学费，我也不想去打工。你看看我现在，混得连个人样都没有，谁都看不起我。我没文化，孩子也教育不好，跟我一样没文化，都38了，还没个女朋友，我是心里苦啊。大伯提起以前，触动了我爸，我爸眼睛都红了，赶忙劝哥，你别这样，你也是太关心叶天了。那个，我们都理解的，都理解的。我叹了口气，知道我爸是原谅大伯了。当年我爸家确实条件不好，但全力托举还是能把大伯和我爸都送进大学的。只不过我爸和大伯都得贷款上学。当时大伯一听就直摇手，我不是读书的料，我要去打工，死读书能挣多少钱？你们看看现在的老板，有几个是读过书的？读书出来的都是去给别人打工的，我才不要给别人干呢。所以当时大伯没去读书，去打工创业了。一开始大伯是赚了一点钱的，也资助了我爸几千学费，但后来大伯被人骗了，不仅创业失败，还倒欠了人家好几万。这些钱还是我爸读完大学后帮大伯一起还掉的。要是真论起来，我爸根本就不欠大伯什么。大伯把手里拿着的礼盒塞到我手上，叶舟，你别怪大伯啊。大伯心里急啊。我看了看手里的礼盒，上面连生产日期都没有，一看就是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三无产品。我爸看我不说话，拍了我一下，你大伯跟你道歉呢，你小子还摆谱了。我无语地点点头，大伯，我不生气了。大伯欣慰地点点头，握着我的手，好孩子，好孩子啊。叶天，还不快向叶舟道歉。堂哥也别扭扭地走过来，叶舟，上次是我不好，我不该打你女朋友的主意。我还没说话呢，我爸就打着哈哈，大家一家人说什么道歉呢？没事，都过去了，过去的事就别提了。大伯和堂哥说了一番客套话，最后转头对我说，叶舟，大伯心里是真的急，你才27岁就要结婚了，叶天已经38岁了，那个，你能不能让你女朋友帮我们留意一下，有没有不拜金的好姑娘，给我们叶天介绍介绍。你也不想你堂哥一直打光棍吧？我笑了笑，要不是你和堂哥要骗人家姑娘，堂哥应该也结婚10来年了。堂哥和大伯都是一愣，尴尬的说不出话。其实10年前，堂哥也是往家里带回了一个姑娘的，当时大伯和堂哥答应姑娘给8000的彩礼，
但他们给姑娘的银行卡里连1分钱都没有。姑娘发现了，当场就和堂哥分了手。当时在那个年代，8000的彩礼不贵，甚至比我们当地的平均水平还要低。只不过大伯和堂哥觉得不值。现在10年过去了，那个姑娘早就结婚了，听说彩礼拿了6万6，而我堂哥就单到了现在。我爸又狠狠拍了我后背一下，你小子怎么说话呢？哪壶不开提哪壶，叫你留心点就留心点。我胡乱点点头，反正谁爱介绍谁介绍，我是不会给堂哥介绍的，不然就是把人家姑娘往火坑里推。我以为这件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可回到城里工作后，我女友打电话给我说，叶舟，我总觉得这几天有人跟着我。一开始我以为是女友多心了，但女友说上次看到个黑衣服的男人远远跟着她，今天又看到了。我看到那个黑衣服男人2次了，应该不是巧合。我安慰女友，别急，说不定人家和你一个小区。这样吧，从今天起我来接你下班，跟在你身后，看看到底有没有人故意跟着你。听到我的保证，女友才放下心来。这几天我都等女友下班，然后远远跟在女友后面。在第4天，居然真的有个黑衣男人远远跟着女友。那个黑衣男人只顾盯着女友，根本没发现我也跟在他身后。我正想打电话报警，突然发现这个黑衣男人的身形怎么越看越眼熟。这时我女友已经走进他那栋楼，黑衣男人没有继续跟进去，而是找了一棵树边坐了下来。他把帽子一脱，露出及腰的长发。这不是我堂哥林叶天吗？一直跟着我女友的男人居然是我堂哥。我瞪大了眼睛，不可置信。堂哥为什么鬼鬼祟祟地跟着我女友？难道他想追求我女友？看样子也不像啊。就在我纳闷犹豫着要不要上去问个清楚的时候，堂哥的电话响了。他接起来，爸，你就放心吧，快要到手了。哎，你急什么急？我都已经把他的小区和门牌号摸得一清二楚了，而且我已经知道他钥匙放哪了。那个蠢女人居然把钥匙放在门垫的底下，那么明显的地方他也敢放，真是蠢到家了。也不知道林叶舟喜欢他什么。哎，林叶舟这个死脑筋，如果他肯把那个烂货直接送给我就好了，就不用我费那么大功夫了。爸，你不知道，我每天蹲点，累都累死了。堂哥话一顿。对了，爸，你说要是我真把那个二手货抢了，林叶舟不会报警抓我吧？听到这里，我捏紧了双手，冷汗涔涔。要不是我今天发现了堂哥的阴谋，梦婷会遭到什么？我不敢想象。不知道大伯跟堂哥说了什么。堂哥镇定下来，对，你说的对，我是林叶舟堂哥，他爸欠你的，林叶舟欠我的。要不是你把读书的机会给小叔，他家怎么会有钱？林叶舟家要是没钱，怎么会有女人肯跟他？他们一家都欠我们的，也是时候还点利息给我们了，谅他们也不敢把我们送进警局，最多我们到时候哭上几句，再认个错就没事了。爸，还是你厉害，你放心，我打算明天就动手了，到时候一定让你抱孙子。堂哥挂掉电话，就兴奋地搓着手走了。他没看到，就在他身后不远处，我把他的话原原本本都录了下来。好啊，他不是要让大伯抱孙子吗？我让你抱个够。我把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女友，女友气得直跳脚。那个林叶天是有毛病吧？他还真以为我不敢报警，他要是真敢硬来，我肯定撕了他的皮。我不好过，他也别想好过。我要送他进去，把牢底坐穿。
我们快点报警，把他抓进去吧。说着，女友就要打110，我拦住了女友。等一等，女友皱着眉，你不会真想包庇你堂哥吧？不是，我是想到了一个更好的办法。我跟女友说，就算现在报警，他最多被教育一下，因为女友并没有受到实质的伤害。但我有办法让堂哥生不如死，而且再也不能出来害人。女友好奇，什么办法？你快说啊！第二天下班，女友像往常一样回小区，但女友并没有回到她自己的房子305，而是去了她隔壁的306。说来也巧，306的主人这几天出差，养了只猫，需要人喂，就把房子的钥匙给了我女友，拜托她定时喂一下猫和换猫砂。女友和我在306会合，我们仔细盯着门外。9点过后，门外突然来了人，我和女友透过猫眼看，果然是堂哥。他鬼鬼祟祟地拿出了305地毯下的钥匙，开始开门，然后一闪身就进去了。我和女友看堂哥已经进了305，我俩就从306出来，然后紧紧贴着305的门，开始听动静。我听到堂哥在说话：“臭娘们，还挺骚，还挺主动啊！看来我那个弟弟没喂饱你。来，哥哥疼你，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虽然你年纪有点大，但长得还不错，我就勉强认了。你乖乖的，以后给我生个大胖小子，我就和你去扯证啊！你怎么咬人？性子还挺烈，我喜欢。你怎么突然长高了？我记得你没这么高啊，都快比我高了。咦，你的胸怎么没了啊？怎么这么平？算了，平就平点吧，能生娃就行。咦，你喜欢后面？玩的真话，来，哥满足你，让你看看什么叫厉害。接着房间里各种混乱，3分钟过后，整个房间安静下来。堂哥还在说，见识到我的厉害了吧？以后啊，你就跟我那个蠢货弟弟断了，好好跟着我。好的呢。堂哥一愣，然后爆发出激动的鹅叫声：啊，你是谁？你不是赵梦婷，你到底是谁啊？房间里又是噼里啪啦一阵骚动。堂哥终于找到电灯的开关，他一按，房间亮了。他懵了，堂哥以为刚刚跟他翻云覆雨的是我女友赵梦婷，可是现在在他对面裹着快步娇羞的是一个和他差不多高的络腮胡男人。啊，你是谁啊？别来碰我啊！救命啊！救什么命？你刚刚还说人家是小乖乖，现在得了好就翻脸不认人了是吧？堂哥想要逃，可是被络腮胡男人一把拉住。别走，刚才你爽了，现在该到我了。络腮胡男人一边说，一边拉堂哥的裤子。我和女友对视一眼，一起开溜了。女友和我一起看了场电影，她问我，你同事真的没关系吗？他正好想找个人解闷呢。没错，那个络腮胡男人是我的同事，叫夏雨堂，她刚跟她男朋友分手，伤心着呢，准备找个男人玩弄一下感情，正愁没人玩。这不，我把堂哥送上去了吗？昨天夏雨堂知道我和女友的事后，他呸地吐了一口唾沫，这种人渣和我正好配。他不是想玩女人吗？就让我来陪他玩玩，还想要抱大孙子呢。林叶舟，你信我，我一定把他给搞弯，让他这辈子断子绝孙。女友笑了，这个夏雨堂人还怪好的呢。第二天一早，堂哥就一瘸一拐地捂着屁股来找我算账。他一看到我就大叫，林叶舟，你个龟孙子，你故意害我。我装作不懂，哎呀，堂哥，你怎么了？屁股开花了？堂哥听我这么问，居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你就是故意的，
明明屋子里应该是你女友赵梦婷的，怎么会突然变成个男人？一定是你搞的鬼！你知不知道他怎么你了？堂哥捂着脸，他这个禽兽！我告诉你，我要告你们，我要报警，把你们都抓进去！我严肃起来。哦，那你先告诉我，你怎么会到我女友的房子里去？堂哥开始慌了。我那是去找你，我哪里知道你会不在？我冷哼一声，你要找我，不去我的房子，去我女友的房子干嘛？堂哥额头上冷汗流下来。我不管，他强迫了我，我想清楚了，你们肯定是一伙的。我继续问，你确定是他强迫你吗？你就没主动？堂哥，肯定是他强迫我，我又不是弯的，我怎么会？堂哥说到一半停了下来，他应该是意识到昨天晚上第一次确实是他主动的，他把夏雨堂认成我女友了，要是真报警，他也逃不掉。堂哥捂着脸哭，林叶舟，你就是故意的，你故意设坑害我。我冷哼，我可没有。林叶天，你可别冤枉别人，你的屁股还疼吗？要不要我打电话给大伯，让他陪你去医院看看？不行，我爸知道了，肯定把我打死。我求求你，你别告诉我爸。我点头答应了，因为我知道，就算我不说，大伯也迟早会知道。夏雨堂可不是个善茬。没过几天，大伯和堂哥就又来找我了。大伯脸红的跟猴子屁股似的，一看就是气得不轻。堂哥缩着头，跟个乌龟似的跟在大伯后面。大伯一看见我就想伸手揍我。林叶舟，你个小兔崽子，你快叫那个夏雨堂给我滚！他要是再敢来找叶天，我就和你没完。我退后一步，我和夏雨堂关系一般，他做什么事还轮不到我去管。再说了，我说的话他也不听啊。我不管，他要是再来骚扰我儿子，我就去你们公司闹。夏雨堂没告诉你们吗？他已经辞职了吗？大伯一呆，辞职了？我怎么不知道？大伯狠狠瞪了一眼堂哥，都怪你这个窝囊废，被人家缠上了。原来夏雨堂告诉堂哥，他拍了不少和堂哥一起的照片。夏雨堂威胁堂哥，要是不和他在一起，就把照片发给堂哥的所有亲戚，让大伯一家丢人。堂哥被夏雨堂威胁，只能一次次满足夏雨堂，随叫随到。其实啊，夏雨堂告诉我，他压根没拍什么照片。夏雨堂说，我就是吓吓他，他这种抢别人女朋友的人渣，我还看不上呢。等我玩腻了，就跟他分手。一个屁股长痔疮的男人，我最多玩1个月。大伯看威胁我不管用，马上转换了面孔，开始打亲情牌。叶舟，你就帮帮你堂哥吧，再这样下去，我们家就真要断子绝孙了啊！我还想要抱大孙子啊！大伯跟你道歉，我们不该这么设计你女朋友，我们知道错了，你再原谅我们一次吧。堂哥也捂着屁股。叶舟，我实在受不了了，再这样下去，我的屁股都要烂了，求求你，叫他别再来找我了。我冷哼，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要不是你们打我女朋友的主意，也不会有今天的局面。这件事我是真没办法，我跟夏雨堂早就不联系了，你看他都已经把我删了。堂哥看我真没办法，一屁股就跌在了地上，屁股撞到地面，疼得他嗷嗷叫。大伯也心如死灰，那我的大孙子可怎么办？我真的要断子绝孙了，那可是我拿回家办公用的。大漠半年后，我和女友举行了婚礼，大伯和堂哥也来了，还把夏雨堂也带来了。当然，夏雨堂是作为堂哥的男朋友来的。亲戚们表面上不说，私下对着大伯指指点点，你看，就是他，
叫儿子抢人家女朋友，结果自己儿子被搞弯了，笑死我了。这就是恶有恶报吧？做人啊，还是得有良心。大伯造的饭都没吃几口，就带着堂哥和夏雨堂溜了。没过几年，大伯就血压爆表去世了。大家都说这是被堂哥给气的。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